首先，先来看到就是习近平，他是属蛇，今年在马年他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突破，他可能会慢慢的就是会静观一下，他会待在他自己的岗位，而且他会伺机而动哦，因为蛇会突然之间他就会看你在城府的时候，或者是往下滑的时候，他会咬你一口。川普会特别的亮眼，变成就是他的舞台魅力又会更强，但是习近平会在旁边慢慢的观看属狗的，这个川普在做些什么？到底2027中共会不会攻打台湾？在我来看，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因为新年，我们今天难得不要这么的严肃了，来聊聊一些国际的议题跟开运有关系的，特别要关注到2026年，我们讲了一整年，讲美国，讲了中国大陆，讲了俄罗斯，今天来讲一下他们的国运在2026年到底会怎么样来做发展呢？另外，我们今天也会关注到我们这一年关注了很久的习近平主席到川普跟普丁他们今年的整体的运势，跟他们如何决定这一整年的国家计划，都来一起的做深入的分析。好，今天呢，我们来特别看到的是，因为我们常常聊这个国际政治嘛，但是呢，今天从不同的面向来聊聊运势好了。当中放眼国际，今天最关注的3个人，赶快先来看到，他们呢其实出生的年没有差太多，都是70几岁。那么星座的部分来看到是习近平主席是双子座，跟川普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普丁是天秤座，不是他们3个人头一直摇一直摇，害我一直不小心笑出来。好，那另外一方面呢，还有这个生肖生肖是3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来特别请教小孟老师怎么看就是这3个人在今年的整体运势。另外呢，从星座刚刚讲的星座还有生肖，来看看他们今年在整体的决策上面出手力道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是的，我们首先先来看到就是习近平，他是属蛇，那蛇呢在马年里面有没有？因为马是会跑的动物，所以蛇会比较就是爬行，比较攀爬，所以今年在马年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突破，它可能会慢慢的就是会静观一下，它会待在它自己的岗位，而且它会伺机而动哦，因为蛇会突然之间它就会就是会看你在城府的时候，或者是往下滑的时候，它会咬你一口。那特别要注意的是，就是因为习近平是双子座，是风象星座，今年在上半年的时候运势还不错，但是到了下半年的时候，他如果一看到就是矛头不对，譬如说这是川普，他是双子座，就是对，一模一样，没有错。然后特别要注意的是，因为川普他是属狗，然后狗是会吠叫的，而且它是奔跑的动物，然后马年马也是奔跑的，所以说他在今年川普会特别的亮眼，他变成就是他的舞台魅力又会更强，但是习近平会在旁边慢慢的观看属狗的，这个川普在做些什么，这是要特别注意。在我来看，就是2027就是羊年，羊也是奔跑的动物，所以习近平属蛇，他还是会观看。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到底2027就是中共会不会攻打台湾？在我来看，没有看见呢。那2028是猴子年然后猴子也会爬树所以猴子它在爬的时候，就是它也会甩开，就是一些动物啦，比如说像会甩开属蛇、甩开属狗的。但是2029年我觉得比较重要。我觉得2029是鸡年，然后蛇会去吃鸡。然后9又是中国人说的，就是人家说逢九不好，所以依我来看，我觉得习近平会有动作，可能会在2029。然后马要特别注意，中国或者是华人社会，就是在马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会有政局不稳的现象。马年，所以我特别要提醒一下，就是说，习近平要特别注意他身边的亲信，有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人，或者是说他比较重要的人。有可能会把一些消息泄露出去给外面的人。那川普因为他属狗又双子座，所以在今年的话，2026年对他的选情，就是上半年还不错，下半年可能会往下滑。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他现在不是有在做一些就是关税，然后感觉世界聚焦在他身上，但是他的人际宫我来看有下滑的迹象，所以有一些民主伙伴或者是同伴同伙，可能会感觉就是我跟你很好，结果我还要付出那么多的东西。是还有一些像当地的，像美国当地的居民，如果你没有购买股票或者是股市的人，你没有办法吃到红利
你没有办法吃到红利，你就会感觉说我很像也没有特别有感觉到我有赚到很多钱，反而是通膨了。对，这是消费力就会往下掉。所以我是觉得他在11月这个期中选举，他会蛮辛苦的。那2028，这跟2027是羊年跟猴子年，所以说羊年就是属狗的川普还可以备驾了，因为狗跟羊都是奔跑的。但是2028猴子年的时候，我觉得川普有可能。它会整个运势会急剧的往下跌落，要到就是2029，就是鸡年的时候，它又会再出现。那我们特别来看普丁，普丁是天秤座，对，然后他的生肖属龙，龙是飞龙在天嘛，然后今年是马年嘛，龙可以飞得很高的看马在奔跑，所以。普丁不用做什么事都不用做哦，他就可以不劳而获所以他就静静的看，就是美国的川普还有习近平的动作。那特别要注意的是，天秤座今年的上半年木星进入到事业宫位，所以他事业宫会非常的亮眼。下半年整个他的人际关系也会很好。那我们就是台湾的领导人也是天秤座，所以以这个我观察。就我的看法就是总结，今年的普丁不用做什么，就是川普都会帮他把很多东西都带回来。还有这是泽伦斯基，有可能他搞了半天，他最终啦，他还是得割让一些东西。然后习近平就是他在今年他不会有什么动作，他会以退为进，在看世界整个变化，然后要小心他周围的一些身边的人。所以是。今年在我来看，运势最好的还是川普，然后第2名是普丁，第3名是习近平。好，所以看起来今年2026年最亮眼的还是新闻热搜话题的，还会是在川普身上。特别的，乔梦老师刚刚帮我们提到很有趣就是关税战还是会成为主轴，然后许多的盟友可能会加剧对他的不满嘛。等一下请干哥帮我们看，然后再来就是说讲到这个习近平，刚刚小梦老师刚好也讲到说，会不会因为蛇嘛星座，他可能周边的人会出现一些对他的不信任感，或者是对他内斗。刚好最近我们又谈到了这个张幼霞案等等，因为我觉得这些好像都跟这个国际时事是完全有所关联的。干哥又怎么看这3个人？因为《纽约时报》最新的分析也说，川普在今年的构想还有未来的构想是美中俄3分天下，重回19世纪所谓帝国的这个统治模式。今年美中俄，干哥又怎么看？当然，其实2026年等于是新的一个叫什么？你知道，就是一个冷和平的年。什么叫冷和平呢？也就是说，其实大家都在不要打了，对不对？虽然说现在世界上还是有些冲突，但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最近这一阵子，美国虽然声称要对伊朗动武，但是始终没有很决定性的这个行为。那其实也一直在说2027，那会不会武力攻台呢？其实说句实在话，习近平最近因为他整肃他的军事委员会。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也不太可能，那所以大家就会发现说，那就像小孟老师刚刚讲的，那有一个人他就会不劳而获啊，他的确他坐在那边，他就可以等着收获，那个人叫普丁啊。我们其实回溯来看以前也就是说在门罗主义之后那个时代，1823年美国的那个国策是说，我们尽量能够向外扩张就扩张。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援助我们附近的小国，比如说委内瑞拉、多米尼加我们就帮助他。可是过了100多年之后，川普上来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你在我的后院，或是你在我的前院，你要听我的。其实普丁也是一样啊，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要打乌克兰？就是你在我的前院，你不是在我的后院，你在我的门前。你要当我的看门狗，你怎么可以去跟北约组织眉来眼去呢？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好，那今天普丁他今天都坐在一个以逸待劳的位置上面，也就是说，看了来，川普，你不是一直在斡旋吗？看你要提出什么样的条件，这就牵涉到大国之间的博弈，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就是说，我们必须双方。都替自己的利益考量，也就是说各怀鬼胎。要美国自己本身要想说，我能够得到什么好处，要有一个前提。我已经花了3兆美元在这场战事里面，
那换我要来收割了吧？都不让我收割啊，怎么可以呢？这样子的话，我当这个美国总统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一场战争必须停止，必须终止，这样才符合不仅仅是美国的利益，也是我的利益。我要不要再去选呢？我要不要在这个接下来突破美国宪法的传统，再选下一届的总统呢？不是没有可能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必须把这场战争终止掉。回头我就要跟乌克兰要求美国人应该拿回来的权益，因为欧洲联盟邦不可治嘛，你没有办法依靠他们嘛，所以由我川普来下决心。所以现在你就看到说，普丁就等待着川普你到底要用什么方法，能够真正的让他割地割乌东4州，一定要给我。这个是我们讲好的，没有什么好说的。然后呢，克里米亚本来就是我的，所以说乌克兰这件事情差不多可以了结了。所以你就会想到说，这两个大国之间，他们必须替自己的利益着想的情况之下，他慢慢的，他必须要说，我们现在冷和平的就私底下我们都要来谈。但是呢，那世界局势是不是由我们像这样子的超级大国来决定？是，完全正确。但不要忽略了，有一头睡醒的狮子，他正在看这两个大国怎么样互相的角力。那个人叫做习近平。对，你等着看他跳起来。对，好，所以我们看到美中俄三国的角力，那也想要因为过年期间嘛，问老师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问题。制作人也想知道，可能他也想买乐透，就是说，如果说川普、普丁跟习近平3个人，他们去买这种刮刮乐啊或者乐透，谁会运气比较好？真的是川普吗？因为他今年最亮眼嘛。是以这个来看的话，应该是天秤座的普丁，对，这反而是倒过来哦。好，为什么真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天秤座他今年的偏财宫，他还是有亮眼，是，但是双子座有没有？他如果今年要有这种很大的这个强运啊，是他必须要靠他的伴侣，是好，就是如果靠他自己可能会比较难。是，所以以我来看是天秤座那个普丁赶快去买乐透，而且就是他就是会什么都不用做就有，天降横财是，但是不过我这整个刚刚那3位我再做一个就是小小的补充，就是川普有一天一定会发现说他忙碌了一场有没有？对，结果到了2029年之后，反而是习近平又突然之间他又起来，是，比如说他现在不是都关税啦，要把美股用得很好，然后打通了很多的关系，结果2029的时候，当美国势力比较消退的时候，很多东西又会反过来所以我是觉得说，我怕现在是担心就是川普白忙一场，是，而且他现在被很多他们自己的国民认为说他是民主的独裁者，就是所以大家的那个民心有没有？就是也会慢慢的有点转变，在于因为双子座他在做事情，他本来就会比较狠，是，所以大家不要看说天秤座做事比较狠其实双子有时候他会有理性跟软的，他软硬他都会来，是，所以他才会登峰造极，是，那但是老师也有准备好，就是说，在2026年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星座需要去注意的？是，好，那个我们这一节先聊到这里，等一下下一节回来，我们持续来讲说，2026年哪些星座运势，我们持续的来做展望。好，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来关注到的是北京景掐的稀土。今天要特别来关注到的是我们之前都没有谈过的这个铱价格现在已经在全球暴涨了4400%，而且90%主要都是供应都是掌握在大陆的手中。那美日看到这样的情况，他们是在深海这边开始做全新的一个开采行动，包括欧盟更是砸巨资，这样子做就能跟中国大陆逃出他的手掌心，然后来做竞争吗？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刚刚提到的氧化铱价格飙升了4400%，全球90%的供应都是在大陆手中。那为何科技业一定要用到铱呢？另外来关心到的是，美日则是在南辽岛的6000公尺深海这边挖稀土，它的这个难度其实是非常的高的。那美日是这样说，他说它的纯度比大陆这边的这个铱呢还要高出
20倍，真的是这样子吗？但是问题是，到底挖不挖得出来？这个是第二个我们会来做关注的。第三个是，除了去这个深度的挖蚁之外，美国还有想到一些新的科学方法，它靠的是病毒来采矿。那另外一方面，欧盟则是砸30亿，这样子做就能够真的采到他们所需要的元素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来做关心。我们赶快来看到是大陆在限制了这个在中国实施了稀土的管制之后，我们来看到今年全球氧化蚁的价格刚刚说已经大幅飙升了，所以欧美的产线还有全球的半导体、航空引擎产业都因此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尤其现在主要蚁都是靠中国大陆这边来做掌握的。那么，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了？为什么蚁这么重要，价格又飙涨？大陆为何也能够牢牢的掌握住它的价格跟供应？因为大陆现在在这个稀土啊，我们光氧化蚁来讲的话，它的全球市占率是93%，那这个是属于重稀土啊，那93%。因为中国大陆除了有这个蚁的矿以外，它还有分离的技术，还有深加工的技术，所以它是全产业链的一个产业，完全整个产业涨。那现在事实上还有中国以外的很大的有关这个蚁的这个矿脉是在缅甸已经在开发，可是它几乎完全是要靠中国大陆来做分离还有深加工，所以它只能出产原矿。那澳洲事实上是有在发展，可是进展不是那么快，因为中国大陆在这个尤其在这个分离跟这个深加工部分这个经验技术非常的成熟，成本也掌握得很好，所以很多基本上还是产原矿，然后就受到中国大陆是精炼。那甚至美国的这个矿在过去也一向是送到中国进行精炼的，所以精炼的技术比取得矿还重要。那你如果说你要发展你自己的精炼技术第一个你要有中国的专利权，你要绕过去。自己发展的话，不是3-5个月3-5年不见得都出来。那所以你在这3-5年之间，你就是拼了命往前跑，你也摆脱不了中国大陆对这个氧化蚁的控制。那氧化蚁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稀土呢？研究一下还真的重要的不得了。因为这个蚁这个稀土它的熔点居然高到2425度 C。也就是这个物质，这个稀土，它会融化，是要到2425度 C， 所以它是非常好的抗热绝缘体。所以说几乎各产业都要用到这个元素。发动机刚刚说航太工业，它的引擎的降热涂层主要成分就是这个蚁。你没有的话，你没有办法抗热。那事实上还有就半导体里面呢，半导体你也是要有抗热功能的，所以它的高温超导的材料它要怎么样？它要有蚁这个元素。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还有什么呢？激光武器系统，还有什么呢？还有人工关节，这些呢都用到蚁，所以它用途非常的广。所以呢，万一断供的话，这个不是1-2种产品，是一片产品都玩不下去了。所以呢，现在美国你看川普总统言必称稀土，到处去找稀土，没有错，你找得到矿没有问题。那你到非洲去找，你到南美去找，可是问题就是这个精炼的技术。那这个精炼的技术不是3-5个月的问题。你再发展，你没有办法解决燃眉之急。所以中国大陆真的手上是有个杀手锏。那中国大陆在目前在这个蚁的这个产量上，全球的供应93%。那其他国家你要慢慢把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市占率拿回来，你需要时间，你需要投资。是。
好，所以我们另外一边看到就是看到了大陆的手上的这个杀手锏之后，美日是立刻想办法啦，至少能够多生产多少就掌握多少。所以我们看到美国首先有了动作，在印第安纳州这边冲刺它的国产化的发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产量其实是杯水车薪的，每年其实只有200吨的氧化乙。那另外它也拉着日本一起在南寮岛这边6000公尺的深海挖它的稀土。日本说了，纯度是大陆的20倍，听起来很强，但是呢，难度确实是很高。刚刚提到的6000公尺是一个深海级的一个非常高的难度，因为它真的很深。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它的这个海底的泥浆，你把它抽出来，也要看这个管线能不能够承受得住。再来就是泥浆含的稀土量其实也非常的小，现在根据了解只有2/1000，也造成了成本非常的高。难度这个工程到底有多大？还要商业化发展，有可能吗？干哥怎么看？完全不可能。我不知道这个新闻是怎么出来的，这可能是美国刻意放出来的消息。先跟各位讲，全世界最深的海底的油井，水下4000公尺，4000m 啊。那你如果说你今天要那个在6000公尺进行探勘啊，跟采集的话，我坦白跟你讲，现在技术我根本做不到。好。为什么他们敢讲这个？因为承包这个技术很可能是叫什么？它叫做 JAMSTEC 叫做日本海洋地球科学技术振兴机构。啊，这个机构它的技术，我们同意它是全球最好的、全球第一的技术。那所以说最深的海底油井只有4000公尺，但是呢，如果说你要这个就说。现在大部分我们所知道的，不管是加拿大或俄罗斯的，等于是第7代超深的深水探测船，他们最深也只能够探测到3600公尺。也就是说，开采石油跟探测是2回事。人类现在已知技术是3600公尺，那 JAMSTEC 就日本这个机构，他说号称能够探测到6000公尺，但你要开始挖，你开始挖就面临问题啊，资金呢？美国出还是日本出？谁要出？先跟各位讲，他所挖出来的，他号称纯度会高于中国的稀土20%的纯度，这一点我也质疑。然后呢，你说你要把它挖出来的难度，那是在平面矿脉上面的好几十倍那么大，资金需求也是一样，那不能停的，你就是一直给钱，一直给钱。为什么？一旦挖掘失败，要赶快换什么？换专管，然后呢，这些人员以及船舶都要随时都要更新。为什么？因为那跟就是海象搏斗嘛。这个地方在哪里？南鸟岛在东京都所辖下的小笠原群岛，也是在2次大战的时候被视为一个主要攻击的目标。也就是美军本来要痛打小笠原群岛的，后来在冲绳大胜之后。小笠原群岛他们就没有再打，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老实讲一句，被日本视为他们一直没有开发的隐藏的资源。但是我现在已经分析出了，这个真的要开采非常的难，因为它同样是每吨只能够采出2公斤的稀土，跟在陆地上面开采的那个比例是一样的。然后就跟大使讲的一样，最后你要送给谁精炼？日本本身没有精炼厂，好，再讲一遍，日本本身没有精炼厂，你花了这么大的成本去挖出来之后，你今天得到了高纯度的稀土，但是你没有办法把它裂解成为有用的氧化乙，也就是什么半导体以及飞机引擎之中最需要的那些元件的时候，那你今天产出来这一批矿物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我认为。这个案子完全不可行，我认为是在商业上放出的一种带风向的伎俩而已。好，一方面这个是美日他放出来的消息，说他要在深海里面来采稀土。那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也说他要靠这个科学的方法来捕捉稀土。那这个方法很特别，这是伯克莱国家实验室特别提出来的，说他们要改造这种噬菌体，也就是说，换句话说，用病毒它要来捕捉稀土。那根据资料这边显示哦，每公顷的这个叫做乌毛蕨，每年可以提取200公斤的稀土，但是
是确实产量还是非常非常小的。欧盟也喊得很大声，投30亿欧元做稀土李嘉者的计划，但是目前其实整个欧洲也没有稀土矿产，只有2座的加工设施。上志哥怎么看美国跟欧盟提出来的计划？首先我先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个，很多观众朋友都在看我们谈那么多稀土，都以为稀土就做磁铁啊什么之类的，没有啊。其实稀土这个17种稀土，除了为什么会全世界这么饥渴，因为它有很多的应用哦。我想在台湾这个相关，就台积电，台积电的这个晶片会有很多，最后你知道刻蚀完很多奈米的碎屑、奈米级，这些碎屑就要用稀土的溶液才能够清干净。所以说，这个溶液当中里面就是稀土成分。我说，你说稀土其实为什么大家很饥渴？因为是消耗品。大家不要觉得涂层涂上去后就可以一辈子用了，它涂一涂之后用一阵子还要继续涂。所以这就很多东西需要补充，大家都这么难受，然后被中国掐住脖子的原因哈。那我们来提，所以也就是因此，当现在中国控制了绝对性的稀土之后，为什么那么多的说法？这一阵首先我们先看到最多的是有关于矿。那首先包括澳洲、加拿大，包括刚刚前面思敏提到这些日本，一直都有矿的消息。那矿的消息都不是说什么出发现，都基本上已经大家在签约了。看最重要的部分，我们都看到里面，美国当然主要是主导，澳洲各方面来讲配合最多，但是还有个重要部分，你们都觉得他们就签矿吗？就签下来，不是都说没有炼的计划吗？其实日本日本最近在稀土的角色。刚好现在中日对抗这个情势，日本不怕中国掐它的稀土吗？日本究竟有多少稀土的提炼技术？我必须得说，大家现在都觉得没有，你很烂。可是我是存疑的，因为要记得，2010年中国就对日本进行了稀土制裁。所以日本的精神跟日本这个国家跟民间，再加上他们本身的这些精工技术、化学技术很强，所以我认为。这15年来，日本已经累积了一些还是厉害的技术。我必须得说，因为这几天在中国大陆传出，中国大陆也开始在盘点，觉得你日本都不怕稀土是吧？他在盘点这十几年来，日本究竟做了哪些跟中国稀土相关的，包括技术偷窃。所以现在追踪起来，发现其实日本，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一条产业线，产业的算是还不错的技术，大概在7、8年前。他要移转刚好到东南亚，结果日本正在中间就直接把它收购走了。再做立刻计划，所以最近其实在盘点中国大陆也没有在等，这个部分越谈越多所以是不是我们都看到最近刚刚讲这些矿啊、技术这些宣传，你都看到都有日本在这里头，所以包括现在中日未来的后面的对抗里头。日本会不会变成统整一个全世界要对抗抱团对抗中国的技术提供者呢？为什么这样讲？这2天原本德国跟中国正在进行一个稀土的长期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额度高达3100多吨，很大的一个持续性的，大家要谈一个合约，谈着突然停了，德国方面叫停，为什么呢？后来发现原来是德国方面跟日本要签订一个，可能就我们刚刚提到这30亿欧元相关这个部分包括在内，他们有个战略合作协议所以德国突然跟日本有这样子针对稀土的战略合作协议，甚至暂停了跟中国谈的正好，几乎都快要签约，谈了好久了所以这个东西有一些这种稀土对抗的微妙性。当然，我觉得大家要特别关注的部分也不止刚刚听到的这些用细菌来生产稀土，这个当然是哈拉了。它主要干嘛？它吸引一些投资基金，因为稀土全世界的所有的先进国家都要投资，而且是国家政府的投资，骗也要骗政府的钱。所以现在各式各样的技术生得出来，当然确实会生产出稀土，但2公斤你要花200万美金，值不值嘛？所以中国大陆现在确实有领先，但中国大陆从来没有为此感觉骄傲或觉得一定赢定了。特别对于日本，可能有技术这方面，现在是眼前最敏感也正在盘点的部分。我们持续关心中日之间才发生这个擦枪走火、军事上面的冲突。这一回中国大陆又拉了俄罗斯来启动反飞弹演练。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好，辽宁号跟日本才擦枪走火，现在中俄是立刻启动了反飞弹的演习，这是对日本下最后的通牒吗？另外一方面，日本呢现在在这个西南群岛这边疯狂的部署很多新的飞弹，所以呢，我们看到中俄这一次
次的反导弹演习，有外界解读是不是就是为了要优先去拦住这一些来自于日本新部署的飞弹呢？会不会目标就是日本呢？这是第二个我们会来做关心的。最后我们会来关心到，看到了这个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有这样子的动作之后，美国是立刻回击了。现在他们祭出的是这个低当量的核武，川普这一步棋会不会逼中俄踏上核红线？3个议题，今天我们都会一次的来做解读。好，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另外一条战线持续的对日本升高火力。就在12月6号的晚间，大陆国防部是突然间宣布了中俄两军在俄罗斯的境内举行了第3次反飞弹的联合演习。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北军虽然说了我没有针对第三方想要这样子带过，但是外界解读说会不会这些动作就是主要针对日本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其实过去几个月，日本它在西南群岛这边一直不断的强化它的部署，实际有哪一些作为呢？我们看到8月份跟11月份比较具体的作为。首先8月，日本宣布在熊本这边部署12式的陆基反舰飞弹，11月底又在与那国岛部署了03式的中程地对空的飞弹等等的动作。大陆国防部发言人蒋斌也曾经警告说，日本胆敢越迟雷半步，会给自己招式惹事，会付出惨痛的代价。中俄的这一场反飞弹的演习，预先想的目标、拦截目标，会不会就是日本？刚刚我们特别提到日本所部署的这一些新的武器，这是中俄联手在对日本做的反制吗？吕舰长怎么解读？我们看到为什么中俄要进行这样的一个联合演习，其实他们是唇齿相依的，也就是如果飞弹要从越过北极海打到中国大陆的话，就会经过俄罗斯上空，而且最适合拦截的，也就是在俄罗斯上空。为什么？因为如果说它已经到最末端拦截的话，其实那个速度非常快啊。我们如果以这个东风15，它的发射的速度啊，大概就只有4到6马赫，可是当它坠地的前面一刹那，它可以将近10马赫的速度。所以我们讲到说，最容易拦截的其实是它在发射的这个阶段。可是发射的阶段呢，第一个你要能够预警，第二个你的飞弹要能够飞那么远啊，那其实是很困难的。那中国大陆呢，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测试了。那但是现在是一个联合的演习，我们看到2022年，其实它就是完成了陆基的一个中段反导的一个拦截测试，而且它这次测试是给谁看？它这次测试就是给台湾的乐山雷达看的。为什么？因为以前发射从这个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都是向西发射，向甘肃的这个库尔勒这个位置发射。为什么？因为它有2个目的，第一个我发射飞弹，第二个库尔勒这边它有反导的一个部队，它可以进行演练。可是这一次为什么向南移？因为如果在这个位置的话，那其实过于偏北，乐山雷达没有办法掌握，他就故意往南。那故意往南呢，偏南，让乐山雷达看个清楚，这其实就是一种威慑的方式。那这个呢，也就是我们看到库尔勒，我刚刚提到说，他有这一个飞弹中段反导的实力啊，而且我们之前这个是在2022年的6月，其实我们就已经看到这颗飞弹。可是我们一直不知道这颗飞弹是什么，而且在库尔勒的附近，其实它也有大型的相位阵列雷达，可以作为目标获得，也就是我们前一段讲到的建立 line of sight、建立瞄准线的部分，它通通都有啊。那直到今年的93阅兵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了那颗飞弹，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一个飞弹发射车上面，它只能够容纳2枚。我们看到这是1枚，旁边还可以放到1枚的这一个飞弹，到底是哪一种？结果原来是红旗29啊。那红旗29就是我们如果说在阅兵场上看到是这样，但是它刚刚下火车专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它就是可以容纳2颗飞弹，从后面看也很清楚啊。那这一个呢，其实相对于日本来讲，那
日本呢，他们现在要放的其实是03式的防空飞弹，在与那国。那与那国现在有没有？与那国现在没有。现在最接近台湾的其实是石垣岛的这一个阵地啊，也就是他们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如果我们看到日本，它从奄美大岛就是不断的一直向西南部署。那其实与那国它之前部署了雷达站，可是飞弹一直没有部署。那这一颗飞弹真的能够防卫台湾吗？很多人是这样的想象的，其实不行。为什么？因为我们讲到03式的这一个防空飞弹呢，它其实从与那国它只有50公里的一个拦截的距离，哪怕是它已经用了新构型，也是如此。也就是它其实也不过就是在台湾到跟与那国108公里的中间而已，它也不是所谓的中程的弹道飞弹，它其实是一种防空飞弹而已。至于12式啊，那如果我们看到12式的话，12式它的一个12式是反舰飞弹，也就是攻击舰艇的。那它也就是这个黄线的部分，它的距离200公里。其实我们讲到了这一个宫古岛的时候，这个范围也就进入了我们台湾所谓的雄三飞弹增程型400公里的这一个范围了。不过，如果我们对照这一次以及之前无论是山东舰或者是辽宁舰，它的操演位置大约都在宫古岛以南，台湾以东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在我们所谓的这一个雄三飞弹的射程之外，它还多加了50公里的一个可能的延长的射程。所以我们这样讲啊，日本这样的部署其实没有用，必须要回到我们第一段这个蔡正元老师他所特别强调的新型的，无论是我们讲到的标准6型，或者是这一个战斧巡弋飞弹，那才是能够影响到与那国，或者是影响到宫古岛的宫古海峡的这个部分。但是美国在这里面的态度就变得很重要。是，好，我们看到，所以日本不断的强化在西南群岛这边的飞弹的部署，所以呢，中俄看在眼里，也这一次祭出了这一场这个反飞弹的演习，除了是给日本有一些威慑力之外，也是警告台湾哦。那针对于这一场演习，其实路透又在背后做了更深一层的分析，他特别讲到说，其实中俄的这一场演习，它不是普通的军演而已，因为它其实这当中涉及到非常高的机密，像是这些高度敏感的雷达侦测，还有这些数据链的共享跟拦截程序，都是属于战略级的军事合作。那中俄这一次其实已经是时隔8年再次的启动这个反导联手，背后这个路透也解读了2大目的，就中俄的2大目的。第一个就是跟美国做一些展示，说中俄我们是可以对抗美国的飞弹的。好，第2点就是要来反制川普的金琼。中俄的联手就能够拦截美国的战斧跟这个义勇兵3型弹道飞弹，还有金琼吗？杨老师怎么看？我通常觉得这种矛盾之争哦，矛方面呢，攻击的方面其实是占据了比较优势的。尤其你在这个盾，现在在反飞弹3个有名的嘛，一个已经做出来就是以色列的铁穹，第2个是美国想要做它的金穹，第3个是赖清德想要做台湾之盾，后面2个都还没有出现。可是铁穹其实已经受到考验，你看了这一次。以色列跟伊朗之间彼此在飞弹跟无人机的这种相互的攻击，后来它的铁穹系统基本上就已经没有办法应付了，所以以色列的都市呢受到很多的攻击。川普为什么去打伊朗的核设施？就是救以色列，铁穹已经没有办法了。那你再讲金穹，金穹做的其实不只是在反飞弹系统啊，以前讲的国家反飞弹系统啊等等之类的，或者是雷根时期的星战计划。它其实一个星弹计划的放大版，它还包含卫星的太空感测器、拦截器，还有呢巡弋飞弹、弹道飞弹、高音速飞弹、无人机整个这个系统。那我们也后来在上个月相关的报道，美国这边呈现技术、人才、经费3大问题，能不能做出来一个大的问号。不过
这里面重点跟这次中俄的反飞弹有关的是，当川普1月宣布精穷系统的时候啊，5月份石破茂就说日本要参加。那你说上一次中俄8年前是在哪里做？是在北京做联合反飞弹训练，那是2017年针对什么事件？韩国要部署萨德飞弹。所以今年1月份精穷，5月份日本表达要参加，那一定已经开始在这个合作。所以呢，当技术跟钱跟人才的问题，其实日本就会帮助美国。那当然精穷就会涵盖到日本的这个层面，也就是甚至核子保护伞相关的反飞弹的系统都会在日本本岛以及到它这个冲绳跟西南诸岛。这个是一定接下来会走的。我觉得日本接下来从450亿的预算增加到900亿哦，中间很大一块会在这里。可是你出来要问这个冲绳人就会问了：我们这些岛屿，这个中国会来打吗？来打不就是打日本、打美国吗？其实，然后你做了这么多，但你做了这么多的一些防卫跟飞弹，你反而变成一个招引人家来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所在。那因此，这也就变成冲绳人其实很反对这个东西。对。那你说到巡弋飞弹或者义勇兵3型，6兵3型是1970年设计的，射程14000公里。他在10月份的时候又做过一个测试，打到那个太平洋的马绍尔群岛那边去，但没有装任何的武装。所以他现在又在做新型叫哨兵型的这个飞弹，那都是洲际型的弹道飞弹。洲际型的弹道飞弹要拦截，其实有它的困难度，因为它通常都是搭载核子武器的。而你如果没有在发射的前端或终端去拦截的话，你到尾端拦截其实效益并不大。所以你往往是在中间的时候呢，在这个太空轨道的时候，因此呢，精穷它就是针对这一块。那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在做的反飞弹呢，目前主要还是针对比较是战区型的。我的感觉是如此。那有没有进入到全球性的反飞弹？那可能是他们下一步会合作的目标。好，所以我们看到日本的动作频频哦。这个除了增加军事预算之外，也配合美国加强这个军事上面的武装。那确实不只是日本而已，美国自己也在不断的加强，而且他这一次想要做的是核武装，为了就是也是看到中俄不断的加强他们之间的联合关系。那这一次呢，我们来看到最新的报道是来自于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呢，美国正式宣布了会跟当地的通用电力一起签署，这个是独家的合约哦。研发的是核武装的海射巡弋飞弹，而且是低当量的，比较有精准、有限度的来压制敌方，就会对中俄带来多大的战略威胁呢？为什么是低当量？委员又怎么看？所谓低当量就是1万吨 TNT 以下。那什么叫1万吨 TNT 以下呢？就是当时在广岛跟长崎啊，那2颗核子弹啊，都在2万吨以上的 TNT。所以我们现在通常讲低当量是讲1万吨以下的。那甚至可以小的更小。这个是可以调节的啊。那为什么美国要发展这一款新的这个所谓的海射型这个巡弋核导弹呢？它的全名叫 CSL， 是 Sea Launch，CM 是 Cruise Missile。Cruise Missile 巡弋导弹，后面加 N 就是 Nuclear Armed， 就是核武装的海射型巡弋导弹。是这个巡弋导弹，它装在什么东西啊？它理论上是要装在水面船舰跟潜水艇，但是水面船舰它能装的只有伯克级，目前计划已经取消了，全部要装在潜水艇上面。那我们把美国的潜水艇简单介绍一下，它分成这个所谓攻击型潜水艇跟这个战略型潜水艇。攻击型潜水艇过去是不装核弹的，它全部都是核动力，但是不装核弹。然后战略型是装核弹，那战略型装的是3x级核弹，那个是一个长程这个核弹。那长程核弹除了你要打人家的大城市，意义不大。所以他们为了补足，现在想要发展这一款 SLCM Sea Launch 的 Cruise Missile，做什么用呢？要装在 Virginia 跟洛杉矶级。为什么？因为现在这种没有装弹道导弹的这种攻击潜水艇，主要3种，一个是维吉尼亚级，一个是洛杉矶级，一个是海狼级。那维吉尼亚级最多大概是有24艘，那洛杉矶级大概是23艘，但是洛杉矶级比较老旧，还在淘汰当中。然后海狼级有3艘，但是它的成本太高，所以目前大概没有计划装在上面
当然了，我们刚才讲 Ohio 级都是战略型的这个核动力潜水艇，这种战略型核动力潜水艇啊，它原则上有18艘，可是有4艘拿去作为特种作战跟防口作战用，所以它也没有办法装这一款。但是 Ohio 级的这种弹道导弹的这种核弹装置也没有办法装这个，所以原则上它是装在维吉尼亚。如果是24艘都装这种导弹的话，对什么地方非常有用？台海战争，它目的就是台海战争，也就是他刚发表的国家安全这个策略报告里面讲，要增加对中国的核威慑。那这种核威慑让中国在战略上产生一个选择上的困难。如果这个你找不到它的核潜艇，当然核潜艇呢，不管从哪一个角度，从日本方向、菲律宾方向、这个关岛方向，任何一个方向发射这种核弹啊，这种所谓海射型核弹，你预先没办法侦察到，那没办法侦察到，它可以攻击在台湾海峡的任何解放军的船团啊。那攻击解放军的船团呢，你不晓得什么时候攻击，所以解放军的考虑就是说，第一个，我如何避免攻击？我有没有办法做到找到你所有的这个潜水艇？不太一定，那你就会冒一个被攻击的危险。第二个，你如果被攻击的时候，你如果反击，他在海下，你根本没办法反击。然后你没办法反击的时候，你唯一的选择就是要攻击他在冲绳跟日本或者菲律宾的基地。那攻击他在基地的时候，美军接下来就攻击你的沿岸，从上海、宁波、厦门、汕头，甚至于到海南岛，他这个攻击你的海军基地。那这样的话，核战争就爆发了。因为你接下来大陆也选择要攻击上关岛，甚至于攻击到夏威夷，好，那这个核导弹就爆发。因为你大陆本土如果被核导弹攻击，即使低当量的，一定也要攻击洛杉矶跟旧金山嘛。这是一种核相互平衡的一个威胁哦。所以他的目的是用这个方式来阻却解放军进攻台湾岛。那同时呢，用这个方式展开对日本的核保护伞。这核保护伞是用来安慰日本跟韩国，你不要自己发展核子武器，因为日本如果废弃了无核3原则，他挑战的对象不止中国，他恐怕他挑战对象还是美国啊，所以美国总是要留一个。但这些东西真的，他讲了一堆俄罗斯气，跟俄罗斯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打俄罗斯哪里？这个俄罗斯没有打日本啊，对啊，所以顶多你是弄北韩，那北韩你这个太大动作了，没什么特别的意义，所以基本上很明显的，它针对台湾海峡设计的。好，谢谢委员。在中日的这一场争议钓鱼岛现在是战云密布了。中国大陆的海警机炮舰驱逐日船，等一下我们会持续的来关心，包括美国智库也开始做了一场新的兵推，等一下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请来宾来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第一个，我们来看到的是北京对日现在是实施最后的军事通牒了吗？最新消息，4艘的中国海警机炮舰已经长达3个小时的时间，持续的压制日本的船只。钓鱼岛现状是否已经被改写了？日本还会继续的挑衅下去吗？第二点来关心的是，来自于美国智库这边做的一个兵推哦，有关于如果中国大陆侵台，那美日台如果一起加入战场的话，恐怕这边说会付出惨痛的代价。而另外一个数据也显示，就算今天日本是保持中立的态度，不介入战争当中，死伤人数恐怕高达4600多人。如果真的介入的话，伤亡人数有没有可能倍数爆冲呢？这是第二点，我们会来做关心的。最后我们来看到的是，那有关于其他国家的态度，不管是美国或者是欧洲的态度，针对于这场中日的冲突又是如何呢？来看到北京已经2度的把日本告上联合国了，美国却是到至今完全的沉默。法国则是因为经济的考量的关系，现在态度导向中国。日本现在一头热，自己往前冲，高市会不会自己害了日本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赶快来看到中日的这场对撞已经升级到武力冲突了吗？特别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在钓鱼岛的海域这边火光四射啊！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日本的瑞宝丸的号船这一艘船已经
经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的领海之后，中国这一次是完全不客气了，直接来做反制。2个动作，先来看到出动了4艘的海警船，还有全部呢都是搭载的这种重型的机炮，并且依法驱离，强势执法。刚刚提到了3个小时持续的压制日船，中国海警的发言人也最新特别提到了，他说钓鱼岛跟附近的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方你必须要立即停止一切任何侵权挑衅的行为。反观日方的方面，只能现在是求于这些外媒来特别做报道，说中国大陆侵犯了领海。但是我们来看到实际的数据，中国海警今年已经29次了，持续的进入钓鱼岛的海域之内，而且是连续18天都是存在的。国际是这样做解读的，中国这一次对于日本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示警了，是一种宣示一个新的状态。钓鱼岛，换句话说，中国认为是自己说了算，要日本别再做梦了。节目一开始特别来请教委员怎么看了？4艘中国的海警船机炮全部都架好了，现在是准备要武力来实收钓鱼岛的意思吗？未来中日海上摩擦会不会看起来往越来越频繁的方向来做发展？委员怎么看？对，我想钓鱼岛事件的发展到现在哦，你只能说是日本政府活该哦。就原本他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现在台湾还没事了，日本就先有事了。那么这关键就在于高市早苗自己的失言风波，那么他迟迟到现在不愿意收回他当时错误的言论。可是对北京政府来说，很显然他们不会善了了啦。那么我曾经提过说，前一段时间我在这个上海，我看到了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电视台每天晚上的这个夜间新闻的报道，先骂高市早苗20分钟，然后接着才报其他的新闻了。你要知道，当所有他的文宣机器都展开的时候，代表14亿的人只要打开电视看到的都是同样的内容。那你更不要讲在过去这几年哦，我想大概过去10年、15年吧，你到中国大陆去哦，你打开每一台的那个晚上的卫视的这些这个陆剧哦，大概有80%都在讲抗日，就是怎么样抗日，怎么在上海对付这个伪政权，怎么样对付日本的间谍，他讲的都是这个内容哎。所以其实中国大陆的人民对日本的这种国仇家恨是从来没有忘掉的。那再加上这一次这个北京政府又敲锣打鼓的这个拉高分贝、提高知识，在国内做这么大广泛的这个宣传哦，那当然你就激起了很强烈的民族主义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今天这个高市早苗的失言风波没有讲个清楚、说个明白哦，分辨个是非的话，其实坦白讲，你北京政府怎么对内交代呢？所以你反过来说，当他敢对内采取这么大动作的来做文宣、来做诉求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打算这件事情一定要给日本一次痛击，一定要叫日本想办法把这句话吞回来。那为什么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骨牌效应嘛，就在这些年来，你看到西方国家、美国的这些盟友不断的在玩擦边球，不断的在做一些这个当时的什么2758号决议文的解释啊，台湾地位未定论，每一个国家都在干这件事情。你看到美国这些盟友都在玩这个把戏啊，所以其实坦白讲，对北京来说，他就是挑一个最欠揍的打一顿就对了。你说要去修理德国、修理法国，可能有点累，又有点远；打日本刚刚好，就在隔壁啊。然后呢，这个打起来也是游刃有余哦。所以对北京来说，我觉得如果今天高市早苗不撤回他的错误发言的话，必然在这件事情上，北京是不会收手也不会善了的。那既然是如此，他要做什么呢？这就是北京政府厉害的地方了。他为什么挑钓鱼台？因为钓鱼台本来就有主权争议，就中日之间的钓鱼台争议，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介入，除了台湾。就钓鱼台本来就是这个中日台三方在争。那你说台湾跟中国好歹在一个中国的架构下都是属于中国，所以你说这3组里头有2组是中国，所以对中国大陆对北京政府来讲，他现在去跟日本来谈一谈钓鱼台这件事情，他绝对在国际法上站得住脚。其他的国家想要介入也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的理由，因为这种主权之间的纷争，日本的北方三岛跟俄罗斯当时也有纷争啊，跟苏联都有所以这些这个相关的这些岛屿上的主权争议，其实在国际上，就算其他的国家想要介入，恐怕也很难。所以对北京政府来说，我认为在钓鱼台的主权这次的冲突上，他已经对日本做了极限施压了。这个极限施压就是说，你
不收回这个言论，我就一步一步的进逼。你有种你就来打我，那我们到时候就看谁在这场冲突里头谁会吃大亏。那么他已经吃定了一个没有在美国背后帮他撑腰的日本，根本就是一颗马吉啊，就是一颗软柿子。所以日本长期以来的狐假虎威，不就是因为仗着背后的老大哥吗？可是北京政府在这个时刻已经跟川普打过招呼了，所以你会看到美国在这一次的这个发言其实是很谨慎的，而且很低调的。对。那么甚至川普在第一时间打给高市早苗，我也不认为他不会提这件事情。那你就要看高市早苗愿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退让了嘛。所以我觉得对高市早苗来讲，他当然极有可能是利用美国。大家外表看起来说他是为了配合美国演这出戏嘛，可是我现在看起来他极有可能是为了利用美国，因为呢他想要修宪，他想要放弃这个无核三原则，可是他必须要找个借口，所以他要借这件事情来完成他所谓的这个日本极右翼的使命哦。可是当美国老大哥不买单哦，美国老大哥没打算自己涉入这趟浑水当中的时候，那你就要看日本政府自己怎么收摊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在日本这种大动作持续之下，北京现在等于是说可以看得出来是下了最后的冲跌。如果真的北京最后不忍了，不幸的发生了军事冲突，我们也来看到，其实呢，美国智库也做了相关的兵推，这个是来自于 CSIS 的兵推，在2023年跟今年分别有2份的兵推结果。我们先来看第一份兵推是在2023年写下的。他说，24次的模拟当中呢，美日台会有高达22次，是成功可以击退中国大陆的，但是呢，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会付出惨烈的代价。那2025今年的兵推则是有26次的模拟，这边没有讲到说到底谁会赢哦。态度已经开始有一些不一样了，但是也有提到美日台仍然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但是台湾得承受被封锁。兵推也直接点明了，如果今天日本在这个当中是选择中立，而且不介入这场战争当中，只是借美军基地给美军作战的话，也会有4662人阵亡，但是没有提到说，如果今天日本真正的介入在这场战争当中，这个死伤人数有没有可能倍增？这个是完全没有提的。我们就来看，如果真的发生的话，日本真的介入的话，会不会死伤人数是好几倍？我们从这个 CSIS 报告也特别来看，是不是有美化这个数字的可能性？华球博士怎么看？好，我既然是来自中华战略及兵棋研究协会的研究员所以我要特别把兵推这个事情要界定清楚。兵推的话，就我们早年在军事方面的话，它是要具备一个兵棋台。兵棋台上面要布满所有的兵棋符号，然后呢，战斗地基线要画得非常清楚，然后呢，所有的道路都很清楚，兵力、火力部署都有一定的兵棋的符号在上面。但是我就这个 CSIS 这个来看这个它应该不严格讲应该不叫兵推，叫状况推演，就是就政治、经济、军事、心理这4个是美国克莱恩博士早年评估4大国力来评估。所以他这个应该严格讲应该叫政军经的状况推演，而不是我们真正军事的兵推，这第一个决定。那么，他说日美台22次击退北京，我觉得因为我没有看到他的想定，真正的兵推是有想定的，我没有看到真正的想定，也没有看到他的作战计划，也没有看到情报官的情报的这个判断，所以要22次击退北京，我认为这个难度是非常的高。北京不是纸老虎。北京现在的国力、军事力量是全世界排名第2，仅次于美国，还在俄罗斯之前。那么，这是不是这个刻意的美化？其实以军事的状况来讲用美化这个词是比较一般的说法，应该叫做事实的战况的陈述。战况打到什么程度？这个战况是焦灼或者是崩毁？那么看起来，如果照 CSIS 这样讲说22次击退北京，那这个战况一定是非常的悲惨，甚至于不敢说是全歼，但至少是重大的伤害。我认为如果就军事来看，他连要转进的机会都没有，退却的话也很难。是不是要采取逐次抵抗？那也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既然是22次被击退，那么表示你的兵力火力受损的非常的严重，现场的作战指挥官应该没有能力继续指挥这个部队，而且呢，就这个状况判断，增援的部队来不及投入，
增援部队就是预备队，预备队投入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叫做扭转战局。那看起来如果22次连续被击退，好，那可能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高。而且我补充一点其实因为在过去这段时间，我有特别关注 CSIS 的相关的一些内容他其实讲的就像刚才这个华秋哥讲的，他讲的很隐晦啊，他其实从来没有把真实的状况讲清楚的。可是在这个隐晦里头就包含很多外交辞令大家要注意2句外交辞令。第一次的2023年版本，他说要付出惨烈代价。对，这个惨烈代价有多惨烈呢？我曾经看过 CSIS 报告内容，其中有一次，美国要损失2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被击沉在太平洋，然后要死伤几万人，然后台湾是一片焦土，整个台湾的这个陆军损失惨重那么这个他们叫做惨胜就是说好不容易打赢了。那这种情况，什么叫做惨烈代价？我要问的问题是，日本要不要付出这个惨烈代价？美国要不要付出这个惨烈代价？台湾有什么理由要付出这个惨烈代价？你看25年的版本讲的一样，26次他说要付出高昂代价。那这代价到底是什么好歹讲一下。你说台湾是一片焦土，然后我们赢了，那我们算赢吗？就台湾的一片焦土，然后我们把共军打退了，然后美国损失了一大堆航空母舰战斗群，日本被炸了几个岛，然后损失了阵亡了一堆人，有这个必要吗？这才是关键问题吧。所以我觉得 CSIS 讲的那个兵推的结果，就像刚才华球哥讲的，它根本就是属于一个状况推演。可是在推演的过程当中，他又不愿意讲实话，因为讲了实话呢，可能自己打了自己的脸，所以他就用这种什么惨烈代价啦、高昂代价来一笔带过了。这种东西的结果是什么？我先不要讲美国跟日本要死多少人，这个东西的结果就是我们家的孩子、我们的子弟可能都要在战场上阵亡啊。好，一方面是来自于刚刚委员特别帮我们看到，来自于美国智库的兵推这个如果真的打起来，死伤一定会很惨重。那另外一方面，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美国的态度，实际上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最新来看到，北京其实已经连续的2次了把日本告上联合国，但是美国是一句话都没有替日本说，而且专家也做了分析，川普未来如果真的台海打起来，协防台湾的可能性是偏低的，直接戳破日本右翼政客的幻想。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位是现在正要去访中的马克宏，法国总统马克宏现在大家也在看说他可能会基于现实，因为要跟中国在这个贸易上面不要让它决裂希望能够持续的出口法国的白兰地、猪肉、乳制品等等，所以在这个台湾地位上面，可能就会比较偏向这个中国不要挺日本了吗？那高市是不是一头热，自己害惨了日本呢？干哥怎么看？对啊，这就是马克宏也倒向北京也就是国际上面压垮高市最后一根稻草。马克宏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法国老实讲一句，是全世界第5大强国。最重要的是什么？核子威慑力。大家晓得，全世界只有5个国家具有核子威慑力，也就是中美英法俄那法国在欧盟的地位那不言自明。可是呢，马克宏他2年前他就说错话了。2年前呢，他去那个北京访问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他在飞机上面跟记者讲什么？你知道？他说，觉得我们的政策不应该随着白宫这个打转不应该遵循白宫他们自我设限的那种政策。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法国，我跟你讲，法国在美国眼里就是一个讨厌的盟邦，80年来都一样。对，从2次大战打完的时候，戴高乐就不愿意跟美国走在一起。他认为美国的利益是美国的利益，我们法国有我们自己法国利益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干嘛跟人家走在一起呢？所以当时我跟你讲，法国的戴高乐就是美国外交政策上面讲不出来的。然后呢，不加入北约你们都加入北约，我就不加入，干嘛？我有自己的核子能力我干嘛要加入？所以其实法国是一个，美国真的很头痛了。我要到了川普执政他都会觉得说这个盟邦很头痛。虽然说他在乌克兰问题上面是支持我的，可是呢，他在对于中国的问题上面就不是这样，对不对？那马克宏坦白讲一句，纯粹的，他2023年他2手策略，一方面说我们跟美国不是同路，一方面他又要对中国的电动车征收那个关税。结果你知道那个时候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乳制品就是洛农，还有谁？还有那个洛农跟那个
就是养猪的啊，养猪协会，法国的养猪协会，光是猪肉干跟那个酪农的奶制品，我跟你讲，他们就吓死了。为什么？因为中国马上技术反制啊，这两个东西是不用进口了，不用进口的话，差点让人家给哭了。所以我跟你讲，在那个时候，他两手策略就是说，我要征收中国进口电动车的关税，那没关系，北京马上就回应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次马克宏到北京去做国事访问，乖很多，而且他会记住，不要再重蹈以前的覆辙，不要再讲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不是你能讲的。我讲一句难听一点，法国的国力其实在1954年的法越法国跟越南之间的奠边府之役，活活打败之后，法国从此退出东南亚。东南亚没有你讲话的份儿。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你的国力从几十年前到现在，你也没有能力去过问东亚的事情。英国都已经退却了，那法国你还能够讲什么？所以马克宏他现在你会展现出说，你看看他到时候他跟习近平如果没有联合公报的话，记者也会试探说对于高市早苗这件事情的看法，马克宏一定会非常巧妙去避开这种问题。因为他不可能站在川普的那个立场，他也不会帮日本背书。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认为高市早苗等到马克宏跟那个习近平他们的会谈结束返国之后，你就要知道说，各大国家你的主要的西欧盟邦都没有支持你的状况之下，高市早苗你是不是要再发一份比较正式的声明，向中国人民道歉？